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我呢在视频当中做爆款包哈，从100块钱的，然后是300块钱的，还有一个600块钱的哈，一步一步做上来。那今天呢，我想做一个1000块钱的。吃饭的时候瞎聊天，我就说我要做一个1000块钱的爆款包。我女儿说：“呵，你出息啦！”我说：“那可不嘛，我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视频，那总得长点本事吧。”说呢是这么说哈，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还真是遇到困难了，因为这个包呢，数据倒是给的挺全，就是里子和侧边人家没给图片，也没让我看，我呢，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后来呢，我就开始推理哈，去他那官网里边看他其他款式的包，因为工艺都差不多嘛。最后呢，我还是把它给做出来了。这个包呢，夹层非常多哈，它的容量呢也很大。这是一个主要口袋，里边呢还有一个大的夹层口袋，这口袋挺大的，放手机呢就没有问题。这里哈，朋友们看，这把雨伞也能放进去，而且我感觉还能放一个水杯。这边还有个小口袋哈，这个小口袋呢，里边夹层的形式就更多了，有这样子的一个，网站上说起来，它这个是放眼镜的哈，我觉得我也挺合适的。然后这边呢是2个放卡的夹层，这儿还有哈。我们首先呢来做这个部分，这个呢是做眼镜口袋的材料，它呢是一个19厘米的正方形。我们把材料对折，然后车上这3条边，留一个反口，把它翻到正面。车好以后呢，我们把材料翻到正面，因为一会儿呢要做一个拉链口，那我们先用双面胶把2层粘起来，这样子一会儿我们剪开的时候呢就服帖一些。接下来呢，我们离这条边0.5厘米的地方呢，画一个长方形。这个长方形宽度1厘米，长度呢13厘米。我们把它剪开，两头呢是剪三角形的。剪好以后呢，我们熨烫一下，然后我们剪一根15厘米长的拉链，我们把它呢搁上去，然后整个车一圈。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一个22厘米的正方形，然后把这个做好的拉链口袋。中心点和中心点对齐，然后离这条毛边1厘米，我们把它搁上去哈，然后车上这个4条边。接下来呢，我们简单做一个插卡夹层。这块材料的长度呢21厘米，高度呢是4厘米。我们把材料的这3条边烫进一个缝缝，然后呢再对折。这个缝缝呢盖住这个毛边，我们把它固定在这块材料上边。那放的位置呢，就是离中心线上来1厘米。大家看到这条线是整块材料的中心线哈。我们车上这3条边，然后中间呢再车1条线。现在2个夹层呢我都做好了。这个插卡夹层底部的2条线呢，是为了把这个毛边给车住。拍视频让大家看得清楚。这个插卡夹层呢，我用的是纯色的面料。接下来呢，我们来裁一块面子材料。这块材料的长度呢46厘米，高度呢28厘米。这是一块紫罗兰的材料。我在视频前面，我觉得这个材料有点失真颜色，而且挺好看的。我的橱窗里呢也有。我们把刚才做好的这份材料搁在离这条毛边11厘米的地方，咱们中心线对齐。然后2块材料呢，我们需要车一个方框这个方框呢离毛边这儿是1厘米，方框的长度18厘米，宽度呢是1厘米。在这儿提醒大家咱们这个材料搁上去的时候，正面和正面是相对的。方框车好以后呢，我们从中间剪开，两头呢剪2个三角。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口袋布塞到反面，放平整以后，我们准备一根20厘米长的拉链，我们把拉链的正面呢冲着下边搁平。整个呢车一圈，我们把拉链给固定上。拉链车好以后呢，我们翻到反面，然后我们把这个口袋给对折上来，车上这3条边。那车的时候这儿的缝缝量它不是很大了我们车的时候是这样子把它翻过来，然后呢换一个单边压角，我们先车上这边。现在咱们这个复杂的小口袋呢就制作完成了接下来和大家介绍一下里子材料的尺寸。这个材料长度呢41厘米，高度呢28厘米。我们要在这个里子上边做一个夹层口袋这个夹层口袋的做法和我们之前的里边这个放眼镜的口袋呢做法是一样的。那在这儿呢，我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材料的具体尺寸。夹层口袋的材料是一个25厘米的正方形，我们这个拉链的长度呢是23厘米，
口袋做好以后，在里子上的位置，咱们中心线呢要对齐，然后离这条边呢11厘米。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一根拉链，这根拉链的长度呢是28厘米。我们把拉链给分开哈，然后把这半根拉链搁在这里，齿呢是冲里的，正面呢向上，然后我们盖上面子材料，这样子车一条线。咱们里子和面子的拉链口袋都是在同一边的，千万不要放错了。这条线车好以后呢，我们来准备2根织带哈。这根织带呢长度是60厘米，这根呢是1米。接下来我们把织带给固定起来，我们离车的这条线过来呢2.5厘米，我们固定上织带。固定织带的时候，咱们稍微多出来一点哈，怕后期织带散掉，在用的时候。这条线呢是对折线，我们把里子折过来。折好以后，里子面子这儿的毛边呢是对齐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测一个线段哈，和大家说一下，这儿的距离呢是0.5厘米，这儿到这个点的距离呢是1.5厘米。我们这样子车一段斜线，把织带给固定上。车的时候，咱们不要把拉链给车上哈。那这边呢，我们固定上另一根织带。这2个线段车好以后呢，我们把材料翻到正面哈，大家看一下效果。正面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哈。接下来呢，我们这样子车一条窄边，把它加固一下。车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别把拉链给车上。窄边呢车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装另外半根拉链。我们把材料翻过来，然后在这2毛边这儿呢放上另外半根拉链。那我们拉链的齿是冲里的，然后拉链的正面呢和咱们的面子相对，搁齐以后呢，我们整个车在一起。拉链车好以后呢，我翻到了正面，然后车了一个窄边哈。接下来呢，我们把拉链头给装上。今天我要装2个拉链头，这样子咱们这个包呢就是一根双向拉链哈。现在呢，我来介绍一下侧边的材料。这个面子2份，里子2份。材料的尺寸呢，长度14.5厘米，宽度呢10厘米。4个角呢打上圆角，我用一个扣子哈，就咱们画圆就行。然后我们把材料里子和面子叠起来哈，叠齐，然后准备一根织带。织带的宽度呢是2.5厘米，我们穿上口子扣，那这个口子扣的内径呢也是2.5厘米，我们把它搁在离这条边2.5厘米的地方。咱们这2根织带哈，位置呢是相对的，那千万不要搁错了哈。然后我们整个车一圈，把它初步固定一下。2个侧边呢我都处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拿出之前做的主体材料，和大家先交代一下主体材料的构造哈。现在呢，它还是这样一个桶状哈。这2根拉链中间线哈，就是咱们包顶的中心线，那这是很重要的哈。一会儿我们做的时候呢，是中心线和中心线对齐嘛，所以我们要找到中心线。我们把主体材料翻到反面，然后咱们的中心线和这个侧边的中心线对齐，那底部和底部也是对齐哈。我们整个车一圈，这边也是，然后用包边带呢把它给包上。现在2个侧边就合好了。接下来我们把包翻到正面哈。那和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侧边一根长织带对的呢是这根短织带哈。大家看这条线哈，就是咱们顶部的这个中心线。现在我们把这个长织带呢穿过口子扣，2边是一样的哈。我们2端哈固定上一个插扣。这款包呢就做好了。那我们东西如果放的少哈，可以通过抽紧这个长的织带，把这个侧边呢给收窄。这是一款爆款包哈。那通过这个机会呢，我跟大家说一个题外话哈。前段时间呢，因为我做了很多爆款包嘛，那有朋友呢在留言区给我留言哈，说我们国家的产权保护任重而道远。我看到这个问题吧，我当时都懵了。我在想，怎么着？我做一个爆款包还侵害版权了？所以呢，我们这平头老百姓吧，这也不是特别懂法哈。所以呢，我就去网上搜了问题，想找一个答案。那同样一模一样的问题呢，我是没有找见哈，我呢找到了一个类似的。那这个人问的问题呢是照着图片画画算不算侵权？那这个律师的回答呢就是如果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不属于侵权的。那他的法律依据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著作权法
第22条。我觉得吧，我的情况就特别像这条哈，为了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相信看到律师的留言，大家也知道我有没有侵犯版权了哈。但话又说回来了，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像这样子仿着爆款做一款包是没有办法和1000多块钱的包比的。这款包呢是它前边是一层皮，那价格就不一样。还有就是5金件，最主要的呢就是品牌的 logo。时尚圈里有这么一句话哈，穿奢侈品从来都不是为了舒服，是不是？这期视频内容啊就是这些了，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呢来看我的视频，记得帮忙点赞，咱们下期再见。